你绝对不敢相信，只要短短10分钟，只要用到你浴室里天天见的一样极其便宜的小东西，就能把你那件缩水成童装的昂贵毛衣瞬间变回原样，这简直就是洗衣界的起死回生魔法。今天这期内容绝对能帮你省下成百上千块钱。大家好，欢迎来到知了百科，我是你们的生活达人知了。今天我们要解决一个让人极其抓狂的超级痛点，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让人心碎的时刻？发了工资，狠心，花了大价钱买了一件超级喜欢的心头好，可能是一件软糯糯的羊绒衫，也可能是一件版型极好的纯羊毛毛衣，或者是你过生日的时候，最亲密的人送你的珍贵礼物。你平时穿它的时候，那叫一个小心翼翼，吃饭都躲着油星子，生怕弄脏了一丁点儿。结果有一天，你想着穿了好几次了，该让它洗个澡干干净净的了，你就顺手把它扔进了洗衣机，或者在盆里倒了点平时的洗衣粉，加了点稍微有点烫手的热水，随便揉搓了几下，按下了洗衣机的启动键，或者把它捞出来挂在阳台上。可是当你满怀期待去收衣服的时候，或者从洗衣机里往外掏的时候，你整个人瞬间就傻眼了，五雷轰顶啊！这哪里还是你的那件高级毛衣，它完全大变样了，变成了一块硬邦邦的厚纸板。原本宽松慵懒的版型直接缩水成了一件紧身的小坎肩，袖子短的连手肘都盖不住，衣摆直接掉到了肚脐眼上面，领口更是紧的连你的头都塞不进去，就像是突然给家里的小婴儿量身定做的一样。你满怀不甘心的试着往身上套，使劲的拽，拼命的拉，结果根本无济于事，穿进去就像被五花大绑一样喘不过气来。那时候你的心情真的是又懊恼又心疼，简直想给自己2巴掌，扔了吧，根本舍不得，那可是好几百甚至好几千块钱买的呀，而且充满了回忆，留着吧，塞在衣柜最底下的角落里。每次换季整理衣服的时候看到它，你的心里就像被针扎了一下似的难受，觉得它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纪念碑，时刻提醒着你那次极其愚蠢的洗衣翻车经历。我太懂这种感觉了，因为我自己就曾是这种惨案的受害者。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我刚工作第1年，用第1个月工资给我自己买的奖励，一件浅灰色的高级羊毛衫，穿在身上又轻盈又保暖，简直爱不释手。结果有一次我不小心滴了一滴咖啡在上面，为了赶紧洗掉，我脑子一热，直接用热水泡了它，还用肥皂使劲搓那个咖啡渍。等晾干之后，我简直欲哭无泪。那件完美的羊毛衫直接缩成了巴掌大，僵硬的像一块毡子。我当时真的心痛到无法呼吸。那件衣服后来就在我的衣柜里躺了好几年，我每次看到它都要叹一口气。我相信有过这种惨痛经历的朋友，绝对不止我知了一个，对不对？如果你现在衣柜里也正躺着这么几件因为缩水而被打入冷宫的宝贝毛衣，如果你也曾经因为洗坏了衣服而自责懊恼，请千万要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发泄一下你的委屈，让我知道在洗衣翻车的道路上，我绝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咱们一起抱团取暖。但是朋友们，从今天，从这一刻开始，你再也不用对着这些缩水毛衣唉声叹气了，快去把它们从衣柜深处翻出来吧。因为今天我就是要传授给你一套神奇的起死回生术，这个方法不仅成本极低，低到你根本感觉不到花钱，而且所需的东西家家户户都有，不用你去网上到处买什么昂贵的专用恢复剂。最重要的是，它的成功率高得惊人，只要你跟着我的步骤做，几乎百发百中。这个神奇的法宝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它就静静地躺在你的浴室里，每天陪你洗澡。没错，它就是我们平时用来让头发变得柔顺的护发素，不管是几块钱一大瓶的老牌子，还是你平时没用完的护发素小样，都可以派上用场。先别急着怀疑，也别急着扔掉你手里的缩水毛衣，耐心看完今天这期内容，跟着我做一遍，我保证，当你看到毛衣恢复如初的那一瞬间，你一定会激动地跑回这个视频下面来感谢我的。在咱们正式开始这见证奇迹的时刻之前，如果你还没有关注知了百科，请一定要动动你的手指，给我点个大大的赞，点个关注。千万别忘了顺手打开旁边那个小铃铛图标，
因为我这里全都是像今天这样，能帮你解决大麻烦，还能帮你省下真金白银的生活大智慧，错过了绝对是你的损失。好了，废话不多说，在我们开始动手抢救毛衣之前，我得先带你上一堂极其生动有趣的通俗科普课。咱们得当一回生活里的科学家，只有彻底搞明白了毛衣为什么会缩水，它背后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咱们才能真正做到对症下药，也才能保证你以后再也不会在同一个坑里跌倒2次。很多朋友可能会纳闷，为什么我们平时穿的纯棉 T 恤或者是化纤的运动服，随便怎么洗，用热水烫，用洗衣机狂甩，它们都安然无恙，偏偏这羊毛衫和羊绒衫就这么娇柔造作，这么难伺候呢？其实啊，这根本怪不得毛衣，这一切都要从羊毛这种天然材质的特殊结构说起。说白了，羊毛到底是什么？它其实就是羊身上的毛发，它和我们人类头上的头发，在显微镜下看，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我们把一根细细的羊毛纤维放到极其高倍的显微镜下面去观察，把它无限放大，你会惊讶地发现，这根纤维的表面并不是像塑料丝那样光滑平整的，它的上面密密麻麻地覆盖着一层又一层的小鳞片。这些小鳞片重重叠叠，长得非常像鱼身上的鱼鳞，或者说更像我们平时用的那种魔术贴上面带着的小倒钩。在大自然里，这些鳞片是为了保护羊群，适应各种气候而存在的。在我们平时穿着毛衣，在正常干燥的环境下，这些显微镜下的小鳞片都是非常乖巧的紧紧贴合在纤维骨干上的，它们处于闭合状态，互相之间非常顺滑，所以你的毛衣摸起来才会那么柔软，那么蓬松，那么有弹性。但是羊毛的这些鳞片有3个极其害怕的死对头。第一个死对头就是高温，尤其是那种烫手的热水，一遇到热水，这些鳞片就会像受了惊吓一样，瞬间全部张开。第二个死对头是碱性太强的洗涤剂，比如我们家里最常用的洗衣粉，或者是那种去污能力很强的肥皂。羊毛是偏酸性的天然蛋白质，一遇到强碱，它的结构就会遭到破坏，鳞片也会不受控制的炸开。第3个死对头就是暴力的物理摩擦，比如你把它扔进洗衣机里，疯狂的翻滚搅动，或者你为了洗掉一个污渍，用手拼命的去揉搓它。当你的宝贝毛衣在洗涤的时候，不幸遇到了这3大杀手，哪怕只是遇到了其中一个，灾难就开始了。你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那个微观世界里的画面，成千上万根羊毛纤维上数以亿计的小鳞片，本来是乖乖闭合的，结果现在全都不听使唤地张开了，它们就像无数个愤怒的小倒钩。在水流的搅动下，这根纤维上的鳞片死死地勾住了另一根纤维上的鳞片，你拉着我，我扯着你，互相纠缠的难解难分，最后完全锁死在一起了。这种现象在纺织专业领域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粘化反应。咱们平时看到的那种做手工的羊毛毡，就是利用了这个原理，用针不断地去戳羊毛，让纤维死死纠缠在一起，变得无比紧实。当你的毛衣发生粘化反应之后，纤维之间原本用来储存空气的蓬松空隙全都被挤压没了，纤维纠缠得越来越紧，整件衣服的尺寸自然就严重缩水了，质地也会从柔软变得像纸板一样僵硬。你看，水温太高，用错了强碱性的洗衣粉，洗的时候手法太粗鲁，这就是彻底毁掉一件昂贵毛衣的3大元凶。知道了这个原理，我们要救活它的思路是不是就变得豁然开朗了？简直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既然毛衣变小，是因为那些小鳞片张开并且死死勾在一起了，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些紧紧咬合的小倒钩重新松开，让它们恢复到原本乖巧闭合、顺滑无比的状态，让纤维之间不再互相死死纠缠。只要它们松开了，毛衣自然就能恢复弹性，我们就能把它拉回到原来的尺寸。讲到这里，你是不是突然恍然大悟了？为什么我说护发素是拯救缩水毛衣的神器了？因为护发素被发明出来的初衷就是干这个用的呀。我们洗头发的时候，头发的毛鳞片也会张开，头发就会打结，摸起来很毛躁。护发素里面的那些活性成分和硅油成分就是极其优秀的润滑剂，
它们的作用就是去抚平我们头发上的毛鳞片，让头发变得像丝绸一样顺滑。既然羊毛和人类的头发结构一模一样，那么护发素对羊毛自然能起到完美对口的神奇疗效。那些顺滑成分能钻进极其微小的纤维缝隙里，充当润滑油的角色，去温柔地软化那些张开的鳞片。劝说他们赶紧松开彼此的手，乖乖地贴合回去。我偷偷告诉你，这个极其便宜又好用的方法，就连外面很多收费昂贵的专业干洗店师傅，在遇到客人送来缩水毛衣的时候，私底下也都是用这一招来处理的。今天我把它毫无保留地教给你。接下来咱们就进入最激动人心的实操环节，这可是真正手把手的保姆级教程，每一个步骤我都给你拆解得清清楚楚，里面包含了绝对不能犯的错误。你一定要竖起耳朵，一字一句地听仔细了，跟着我做，保证你不会翻车。第一步，准备灵魂温水。我们要准备一个干净的、足够大的水盆，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能让你那件毛衣舒舒服服地躺在里面，不用叠得皱巴巴的，然后开始往盆里放水。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点，水温是决定我们第一步成败的核心。记住我的话，你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准备温水，千万不能做的事情是绝对不能用烫手的热水。如果你用热水，刚才也讲了，那只会让毛鳞片炸得更开，毛衣会缩得更惨。但是千万不能走极端，也绝对不能用冰凉的冷水，因为水温如果太低，护发素在水里根本化不开，会结成一块块的疙瘩，那就起不到任何润滑作用了。最完美的黄金水温大概在30度到40度之间。可能有朋友会问，我家里没有温度计怎么办？别慌，我教你一个极其好用的体感判断法。你伸出你的手，用你手腕内侧那一块最娇嫩的皮肤去触碰一下盆里的水，只要你感觉这个水温是温温润润的，和你体温差不多，一点都不觉得烫手，反而觉得很舒服，那就说明水温刚刚好。水量一定要放足，至少要保证把毛衣放进去之后，水能完全没过毛衣的最高点。把这个记在心里，温水是第一步的灵魂。第二步，加入魔法护发素。水准备好之后，我们要把浴室里的护发素拿过来了。这一步的关键在于用量一定要大方，千万别抠搜，别像你平时自己洗头那样，只小心翼翼地挤那么一小滴。你要把这件毛衣想象成一个头发巨多无比，而且发质极其受损的巨人。我们再给它做深层的发膜护理，你大概需要按压3到5下泵头。如果你的毛衣特别大，或者缩水特别严重，那就直接挤出一大坨来，宁愿多放一点，也绝对不能放少了。护发素加到水里之后，不要急着放衣服，这里有一个必须注意的，千万不能做，千万不能把护发素直接挤在衣服上。如果你直接涂在衣服上，护发素的浓度太高，分布不均匀，洗完之后衣服会变得黏糊糊的，而且恢复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你必须要做的就是用你的手在水盆里疯狂的搅拌，顺时针搅，逆时针搅，一定要耐心，一直搅拌到护发素在水里彻底溶解，水面可能会起一点点白色的泡沫。这时候你把手伸进去摸一摸，你会发现整盆水都变成了那种极其滑溜，摸起来润滑无比的质感，就像是一盆滑溜溜的精华液一样。只有达到这种状态，这盆起死回生的魔法水才算调配成功。第三步，静置耐心浸泡。现在把你那件可怜的缩水毛衣轻轻地、极其温柔地放进这盆滑溜溜的水里，用手掌慢慢地往下按压，让衣服的每一个纤维都咕噜咕噜地吸饱这盆带有护发素的温水，确保毛衣完全沉在水面以下，没有任何一个角落露在外面。接下来最考验你定力的一步来了，那就是什么都不要做。你没听错，在这一步里最大的忌讳，最核心的千万不能做就是绝对不要去搓揉它，千万管住你的手，不要去翻动它，不要去揉搓它，你就把它安静地留在水盆里。你可以趁这个时间去客厅看一集电视剧，去厨房给自己泡一杯香浓的咖啡，或者躺在沙发上刷刷手机，让它静静地在水里泡上15到30分钟。如果你那件毛衣实在是缩水得太厉害了，硬得像块铁板一样，你甚至可以给它泡上整整1个小时，没有任何问题。在这个静静等待的时间里，
护发素里的顺滑成分正在极其努力地钻进羊毛纤维的深处，它们在一点一点地软化那些张牙舞爪的小鳞片，像是在给它们做心理疏导，劝它们放下戒备，松开紧紧抓在一起的倒钩。你不需要去帮忙，你过度帮忙反而会帮倒忙，所以泡着等待就是这一步的全部。第4步，温柔挤压水分。时间1分1秒过去，见证奇迹的前奏要来了。你把毛衣从盆里捞出来，这时候你的手一碰到衣服，你就会立刻感受到变化。原本硬邦邦的毛衣，现在已经变得非常软糯，滑溜溜的了。但是注意了，这里又有一个极其致命的千万不能做。当你要把衣服里的水弄干的时候，千万不要像平时拧干湿毛巾那样，抓住两头使劲的拧麻花。你如果这么一拧，那些好不容易松开的纤维，瞬间又会被你粗暴的外力给扯断或者重新纠缠在一起，那我们前面所有的努力就全部白费了。你必须要做的正确做法是极其温柔的，你要把毛衣在水里就先团成一个不大不小的圆球，然后双手捧着捞出来，用你的双手手掌从上往下轻轻地慢慢地按压这个毛线球，把里面多余的水分给挤压出去，只要水不再滴滴答答地往下淌就可以了。你要刻意的在毛衣上保留一点点那种湿润的滑溜溜的感觉，因为这些残留在纤维表面的护发素就是我们下一步拉伸时保护纤维不被扯断的绝佳润滑剂。第5步，见证奇迹的拉伸塑形，这是整个流程里最核心、最关键，也是最需要你付出耐心和细心的一步。你需要去准备一条干净的、干燥的、吸水性极好的大号洗澡浴巾，把它平平整整地铺在你家平坦的餐桌上，或者铺在极其干净的地板上，然后把你刚才挤干水分、依然滑溜溜的毛衣平铺在这条大浴巾的正中央。接下来，我们要像一个极其专业的雕塑家一样，去唤醒这件毛衣的尺寸记忆了。你要顺着衣服原本的针织纹理，用你双手的掌心和手指腹分区域地，一点一点地向四周均匀地进行拉伸。我们先从衣服的袖子开始，一只手按住肩膀的位置，另一只手顺着袖管的方向轻轻地往下拉，一边拉一边用手掌把它按压平整。拉完袖子，我们来拉衣身，两只手分别放在衣服的左右两侧缝合处，温柔地往两边拉宽，然后一手按住领口下面，一手按住下摆，轻轻地往下扯长。这里的重点必须要划线强调，你的力道一定要稳，要柔，要有耐心，必须要做的是像做 SPA 按摩一样，温柔地唤醒纤维的延展性，千万不能做的是像拔河一样，粗暴地猛扯狂拽。如果你用力过猛，衣服确实变大了，但版型也会彻底被你毁掉，变成奇形怪状的破布。如果你心里没底，不知道到底该拉多大才合适，我教你一个绝招，你去衣柜里找一件你平时穿的最合身、尺寸最完美、没有缩水过的同类型衣服，把它平铺在这个缩水毛衣的旁边，当成一个标准参照物。你就照着那件好衣服的长度和宽度，一边拉伸一边比对，直到你的缩水毛衣在视觉上和那件标准衣服差不多大小了。这一步就大功告成了，不要着急，慢慢来，享受这个创造奇迹的过程。第6步，平铺定型风干。当你经过耐心的拉伸，看着毛衣终于恢复到了它本来那美丽宽大的模样，我们的最后一步定型就要开始了。这个时候毛衣还是很湿的，我们要把铺在下面的那条大浴巾连同上面平铺好的毛衣一起从一头卷起来，就像你平时卷寿司卷或者卷瑞士卷那样，卷成一个粗壮的圆筒。卷好之后，用你的双手在这个圆筒上用力地按压一遍，这个动作是为了让干燥的浴巾把毛衣里残留的多余水分狠狠地吸附出来。压完之后，把浴巾慢慢展开，这时候毛衣已经不往下滴水了。我们把刚才那条湿漉漉的浴巾拿走，再重新找一条完全干爽的大浴巾铺好，把毛衣小心翼翼地转移到这条干浴巾上，仔细地整理好领口，扯平袖子，把下摆理顺，让它以一种极其完美、极其平整的姿态躺在上面，然后把它们整体搬到一个阴凉的、
通风非常好的地方，比如没有阳光直射的阳台角落，让清风去慢慢带走它最后的水分。在这里，我要最后一次敲响警钟，这也是一个绝对不能犯的，千万不能做，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用任何形式的衣架把毛衣挂起来晾晒。如果你用衣架挂，毛衣里残存的水分是非常重的，这股重力会持续不断地把整件衣服往下死命地拽。等你明天去收衣服的时候，你会悲哀地发现缩水的问题是解决了，但你的毛衣变成了一件长到能拖地、窄得像竹竿一样的怪物，彻底报废了。所以，平铺、阴干是唯一正确的选项。当你耐心地等它完全风干之后，你再去摸它，你绝对会兴奋地尖叫出声。那件让你心碎的紧身童装，不仅奇迹般地恢复了它原本宽大舒适的尺寸，而且因为吸收了护发素的精华，它摸起来比你刚买回来的时候还要软糯，还要顺滑，还要蓬松，简直就像新的一样。说到这里，肯定会有一些爱钻研的小伙伴要在屏幕前问我了，知了，如果我正好出差在酒店，或者家里刚好用完了护发素，我能不能用别的什么东西来代替呢？我看到网上有很多其他的偏方，比如用衣物柔顺剂，或者用厨房里的白醋加小苏打，这些到底靠不靠谱呢？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生活达人，我今天必须客观地给你们排雷，好好分析一下这些替代方案的利弊。首先说衣物柔顺剂，这个方案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柔顺剂的工作原理在某种程度上和护发素非常相似，它们都是为了减少静电、软化衣物纤维而设计的，所以如果你实在找不到护发素，用衣物柔顺剂按照同样的温水浸泡法去操作，理论上也是可行的，而且效果也还过得去。但是如果你要在两者之间选一个最优解，我依然会毫不犹豫地把票投给护发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原理科普里讲得很清楚了，羊毛就是动物的毛发，而护发素是几十年来的生化专家们专门为了对付毛发上的毛鳞片而研发出来的超级武器。它对于毛鳞片的针对性、软化能力、渗透能力，绝对是要远远强于普通的衣物柔顺剂的。用护发素，你这是真正的专业对口，降维打击。那网上呼声很高的白醋和小苏打呢？这个我就要强烈建议大家慎重了。我们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小苏打在化学性质上是弱碱性的，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刚说过的话吗？碱性环境正是导致羊毛鳞片张开，引发粘化反应所死的三大元凶之一。你现在为了让它松开，反而去用碱性的小苏打，这在逻辑上根本就是南辕北辙啊！如果你用量稍微掌握不好，极大概率会让衣服缩得更硬更惨。至于白醋，它确实是酸性的，酸性环境在洗涤的最后一步，确实可以帮助毛鳞片闭合，但它的主要作用是用来中和前面洗衣服时残留的碱性物质。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件已经死锁在一起、严重粘化的缩水毛衣，仅靠白醋那点微弱的酸性，想要强行松解开那些紧咬合的纤维，简直就是杯水车薪，效果微乎其微。而且白醋的味道如果洗不干净，会留在衣服上，让你整个人闻起来像一盘行走的糖醋排骨。所以综合对比下来，无论是从随手可得的方便程度，还是从几块钱就能解决大问题的极低成本，更或者是从专门抚平毛发的科学对症角度来看，护发素永远是我们抢救缩水毛衣当之无愧的绝对王者，是最完美、最无可挑剔的最优解。好了，朋友们，虽然我今天教了你们这个堪称魔法的后悔药，但实话实说，作为你们贴心的生活管家，我更希望你们永远都用不上这招，因为在生活中防患于未然，永远是比亡羊补牢更高明的智慧。治标固然爽快，治本才是王道。为了让大家彻底告别缩水焦虑，让你们花大价钱买来的宝贝衣服能陪伴你们更长的岁月，我根据多年的洗衣经验，给大家总结了5条极其干货的日常养护预防守则。只要你把这几条刻在骨子里，我保证你的毛衣穿个10年8年，版型依然挺阔如初。第一条，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条，洗前必看身份证。每一件正规厂家生产的衣服，在领口或者腰部的内侧，都缝着一张小小的洗涤标签，那就是衣服的身份证和说明书。
我知道很多人嫌它扎人，买回来第一件事就是一剪刀咔嚓掉，或者洗衣服的时候看都不看一眼，这是极其糟糕的坏习惯。在洗任何贵重衣物之前，你必须要去阅读上面那些小图标，它会明明白白地告诉你，这件衣服到底能不能下水，水温最高能承受多少度，能不能用洗衣机，能不能烘干，遵医嘱才是保护衣物的第一步。第二条，冷水才是永远的神，请把这句话贴在你家洗衣机上。洗羊毛、羊绒类的动物纤维，永远只用冷水。这里的冷水指的是30度以下，摸起来凉凉的常温水。只有在冷水环境下，那些娇贵的毛鳞片才不会受到刺激，才会乖乖地保持闭合状态。第三条，选对洗涤剂比什么都重要，请立刻把你家用来洗床单的强力肥皂和洗衣粉离你的毛衣远一点，千万不能用它们。你要专门去超市买一瓶写着羊毛、羊绒专用，或者是中性洗衣液的瓶子放在家里备用。这些中性洗涤剂配方极其温和，它能在清洁污渍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动物蛋白质纤维不被破坏。第四条，手法决定生死。如果你决定手洗，请收起你那套洗厚重牛仔裤的粗暴手法，对待毛衣，你要像抚摸婴儿刚出生的娇嫩肌肤一样轻柔。把衣服泡在溶有中性洗液的冷水里，用手掌去轻轻地按压，通过水流的挤压把脏东西带出来，即使领口、袖口有污渍，也只能用手指腹去轻轻揉搓，绝对不能像拧麻花一样去搓洗。第五条，脱水晾晒要科学，洗完之后脱水，最完美的做法当然是我们今天教的浴巾吸水法。如果你实在嫌麻烦，非要用洗衣机脱水，那你必须要过2道关。第一道关，把毛衣平整的折叠好，塞进孔洞非常细密的专用洗衣袋里，防止它在滚筒里乱甩变形。第二道关，脱水的时间绝对不能超过30秒，只要甩掉滴滴答答的水分就立刻停机。拿出来之后，依然必须坚持平铺阴干，绝对不能悬挂晾晒。为了让大家能把这些干货死死地记住，我专门为你们编了一句极其好记、朗朗上口的防坑口诀，大家可以在心里跟我一起默念一遍：看铅冷水用中性，轻压平晾保版型，短短14个字。只要你每次洗衣服前在脑子里过一遍，你的那些宝贝毛衣就绝对再也不会跟你闹脾气、罢工缩水了。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快速来回顾一下今天这套价值千金的抢救秘籍。当你绝望地发现毛衣缩水后，只需要准备一盆不烫手的温水，挤入大量的护发素，彻底搅匀溶解后，把毛衣放进去静静地浸泡20到30分钟。拿出来后，用双手温柔挤压水分，绝对不能拧，接着平铺在干浴巾上，顺着纹理耐心拉伸到原来的尺寸，最后卷起吸水，换干浴巾平铺阴干，就这么简单。其实啊，朋友们，生活就是由这一个个看似微不足道，甚至让人抓狂的小麻烦组成的。毛衣缩水了，鞋子发黄了，衣服染上油渍了，很多人遇到这些问题，第一反应就是烦躁，然后直接丢进垃圾桶，再花钱去买新的。但今天你看完这个视频就会发现，只要我们愿意静下心来，多动一点点脑筋，掌握哪怕一点点简单的科学原理和小窍门，这些所谓的无解难题，瞬间就能迎刃而解。这不仅是帮我们省下了好几百、好几千块钱的真金白银，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这代表着一种极其珍贵的环保理念，代表着我们对身边每一件物品的爱惜，代表着我们对生活本身充满热爱的态度。让旧物焕发新生，这种成就感绝对比你买一件新衣服还要让人快乐和满足。别再让你那些美好的衣服，因为一次漫不经心的小失误，就永远暗无天日地锁在衣柜的冷宫里了。给它一次重新焕发光彩的机会，也给你自己省下一笔能去吃顿大餐的零花钱。今天教你的这个护发素起死回生魔法，你彻底学会了吗？别光顾着点头，心动不如行动。现在立刻马上离开你的屏幕，去翻翻你的衣柜，找出那件让你充满遗憾的缩水毛衣，用今天学到的步骤亲自去见证一下奇迹的发生吧。我敢保证，当你看到它恢复如初的时候，你会忍不住为自己欢呼的。如果你跟着我的方法试过之后真的成功了，请一定
要回到这个视频的评论区来，给我报个喜，分享你的喜悦。你也可以把恢复前后的对比照片发出来，让大家都沾沾你的喜气。看到你们因为我的视频解决了生活里的大麻烦，那就是我每天起早贪黑，绞尽脑汁做这些内容最大的动力和幸福。同时，这么实用、这么省钱的宝藏妙招，怎么能一个人独享呢？赶紧点击转发按钮，把这个视频分享到你的家族群，分享给你那些同样爱美、同样在生活中精打细算的朋友和闺蜜们，让他们也能受用无穷。我是知了，一个想让你把日子过得更聪明、更精致、更省钱的生活探索者。在知了百科，我们每天都会挖掘并分享这些能让你生活变得更美好的小智慧。如果你在生活里还遇到了任何其他让你抓耳挠腮的家务烦恼，或者有什么特别难打理的材质不知道怎么清洗，随时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向我提问。感兴趣的朋友千万记得持续关注我，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